真正的電動性能怪獸這次終於來了。奔馳 AMG 一下場就直接定義了一下什麼叫做電動性能超跑。那今年又是一年一度的廣州車展，那現在我們是在奔馳之夜上，他們今年又展示了一个这种 AMG 车型的历史长廊。刚看到的是它的红猪，也是一个非常非凡的车型。那现在我们往这边穿过，看到的是燃油車時代的 AMG， 一個創下300公里時速以上的這種 AMG 的車型，也是破下了當時的記錄。電動車時代怎麼去幹超跑呢？ AMG GT XX 就是奔馳的一個答案。跑得快只是入門，能夠穩定的輸出高性能，還能夠快速的充電補能，才能夠得上奔馳 AMG 跑車的標準。最能考驗穩定高性能輸出的方式，自然就是去跑一個電動耐力賽。AMG GT XX 呢，直接創下了24小時5479公里的一個記錄。我們對比一下其他的做過同類型測試的一個成績，小米玉7 Max 的24小時記錄呢是3940公里，小鵬 P7 的24小時記錄是3961公里。奔馳呢，這個記錄就屬於是直接掀桌子了。光是24小時啊，這台車實際上是連續不間斷的跑了7天零13個小時，累計開了40075公里。為什麼跑這個數字呢？因為確實地球赤道的周長差不多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範圍內能跑的直線最遠的一個距離了。怎麼實現的呢？這就要說一下這台車搭載了3台的軸向磁通電機，後輪2個背靠背設計的這種一體式的這個雙電機啊，它雇傭了中間的一些單元以及它的散熱，以及它前軸布置了一個非常緊湊的多合一電機。軸向磁通電機相較於現代的量產車普遍使用的徑向的電機，它因為軸向的這種設計啊，它的體積會更小，而且重量會更低，更容易去輸出高功率。它的功率密度呢是現在主流水平的3倍，屬於是天生就是幹賽道的。這台 AMG GT XX 最高的速度能突破360公里每小時，應該是現在很少有車型能去實現的。特別是這還是一個通過單檔變速箱，並沒有去做2檔這樣的設計去實現的一個速度，應該是絕無僅有的。除了電機呢，想要幹賽車 ，AMG 也在電池上下了一個大功夫啊。首先呢就是充電，這台車單根充電線的充電峰值功率能夠達到1000千瓦以上，而且這樣的兆瓦級的充電功率可以維持2.5分鐘以上，也就是說呢，2分半就能充進去大概43度電，5分鐘就能補能400公里啊！對這輛車來說，最後還有散熱和能耗，這樣的性能怪獸對電機和電池的散熱都是非常大的挑戰。這台車的電芯的配方和材料都做了特殊的設計，再配合一個集中的智能液冷的分流的裝置，完成了性能怪獸複雜的散熱處理。此外呢，這台車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設計啊，來這邊這個主動可調節的輪毂，能夠通過主動的閉合兼顧下壓力、能耗、散熱的不同需求。總結來說呢，就這台車它是有專為性能車設計的高功率密度的電機，以及兆瓦級充電的電池，穩定高效的散熱系統，促成了這台能夠在賽道上持續兜圈的性能怪獸。這也是奔馳 AMG 對電動時代性能跑車該怎麼幹下的標準定義。奔馳 AMG GT XX 的後續量產車型呢，是會在2026年就跟大家見面了。我絲毫不擔心奔馳把概念車落地成量產車的能力，我比較擔心自己的錢包是否能去支撐起這麼強的性能的怪獸。OK， 大家還是好好攢錢吧，我們下期再見。